你好，我是独活男子 Leslie， 欢迎收看我的日本生活记录影片。很多人提到日本的关西旅游，通常指的是京阪神奈，很少人会提到知鹤，甚至有人会用京都近郊来形容这里，好像知鹤只是京都的附属旅游路线。其实知鹤的旅游资源不输给关西其他地方，著名的琵琶湖八景和近江八景，就为不熟悉知鹤的旅客提供了最好的欣赏视角。除了美景，还有日本三大和牛之一的近江牛，提供京都优质水源的琵琶湖，以及国宝燕根城。美食、生态、人文串联成丰富而高品质的旅游体验，非常适合安排2天1夜的行程，体验不同的关西风景。现在就跟我一起来一趟环琵琶湖的小旅行，从岸边、岛上和山城3种视角，好好欣赏这座日本最大的湖泊。2天1夜的行程中，会参观福玉堂、竹生岛、大通寺、燕根城及多贺大社，沿着琵琶湖将古迹、美景及美食串联起来，一起出发吧！知鹤紧连着京都东边，从京都车站出发，乘坐 JR 大概5分钟左右，就会开始进入知鹤的范围。往知鹤的 JR 会分成琵琶湖西侧的湖西线，以及东侧的琵琶湖线。今天坐湖西线，顺时钟方向环湖。在湖西线上，坐在右边可以欣赏到湖景，而左边则是秀丽的比瑞山。不同景色，却同样为旅程开启了好心情。在菅田站下车，再换乘循环巴士町内线，5分钟就到菅田出町。这里是环琵琶湖的第一站福玉堂，也是近江八景之一的菅田落雁。福玉堂的寺名是海门山满月寺，是临济宗大德寺派的禅寺。寺院大门是登录文化遗产，白色拱门及上方的木造塔楼，以优雅的姿态欢迎每位到访的旅客。寺院面积不大，一进门就会看见漂浮在湖上的核心建筑福玉堂。西元995年的平安时代，比瑞山严立寺的高僧慧心僧都看到琵琶湖每天晚上发光的景象，于是撒网打捞，捞出了金光闪烁的阿弥陀佛像。为了祈愿琵琶湖安全，他建立了供奉千尊阿弥陀佛的千佛阁，从此成为救济众生的信仰。现在的福玉堂是1937年重建的建筑，佛堂里还能看见千尊阿弥陀佛像。观音堂是登录文化遗产，里面供奉的圣观音坐像是国家重要文化遗产。
晋江八景的兼田落雁，就是描述雁群优雅的飘落，以及映在湖面上的福玉堂。波光反射在建筑上，一如常伴此地的灵气，看似漂浮在水面的优雅身形，被认为是西方极乐净土的圣地。优雅的民景交融神圣的气氛，寺院范围不大，却是满满的能量。回到车站，天空布满厚重的云层，从空中向下笼罩的神秘气压，似乎和下一个景点更相配。人的第一印象真的对后来的影响很大。我小时候第一次坐火车旅行，便对铁轨规律的运行声留下让人心安的印象。之后我也很喜欢选择铁道旅行，好像一坐上车，小时候那种兴奋又安心的感觉就回来了。坐 JR 到晋江京津，从京津港坐船25分钟就会到竹生岛。雨势越来越大，湖面像是升起一层白纱，只能很模糊地看到竹生岛，却增添这座小岛的神秘感。也许雨天和竹生岛更相配。等船的时候，我突然有这个想法，并不是自我安慰，而是转念之后，好像更容易遇见幸福。汽船不大，但里面的座椅非常舒服，加上不至于让人晕眩的上下起伏，有种催眠的魔力。竹生岛周长约2公里，以琵琶湖八景、新绿的竹生岛成影而广为人知。吸引不绝人潮登岛的原因，还有这座岛屿的神秘能量。岛上的宝岩寺和都久夫须麻神社都有特别灵验的能量而广受欢迎。瑞祥水是依照本尊大辩才天的神谕，于近代开挖的神泉。泉源在湖床以下130公尺，纯净的水质让人感觉身心都净化了。爬上阶梯，就会到宝岩寺的本堂辩才天堂。主像大辩才天与江之岛、宫岛并称为日本3大辩才天，而这里也是最古老的辩才天。相传宝岩寺是西元724年，圣武天皇在梦中受到天照大神的指示而创建。辩才天祈福不倒翁是最受欢迎的结缘品，把愿望写在纸上，塞进不倒翁里，再由神职人员供奉在堂内祈福。
三重塔原本的形状像一座供奉佛陀骨灰的佛塔，2000年重建后变成现在的样子。内部的4根柱子绘制了32位天神。观音堂入口的堂门是国宝，原本是京都丰果神社的极乐门，保留桃山时期的奢华风格而搬迁至此。堂门身后的观音堂是重要文化遗产，供奉千手观音。连接观音堂和都九夫须马神社的传廊下，也是重要文化遗产。长约30公尺的木造走廊，其实是用日本丸号的望楼所改建，天花板及梁木还保留船体的结构。都九夫须马神社又名竹生岛神社，正殿是国宝，相传是丰臣秀吉进赠而建造。前方的龙神参拜所有个受欢迎的祈福仪式，在瓦片上写下名字和心愿，如果投掷的瓦片能穿越鸟居，愿望就能实现。虽然竹生岛的范围不大，但是古迹很值得细细的欣赏，加上灵验的参拜仪式，只停留70分钟其实不太够，不过气喘不等人，只好带着未尽的兴致前往下一站。汽船坐到长滨港，走路约5分钟会到工业风格的长滨 JR 站。用简单的料理填饱肚子，就能再走1个下午了。穿过商店街，会到长滨别院大通寺，这里是京都东本院寺的支寺。高大的山门建于1841年，全木造结构的指定文化财，是滋贺境内屈指可数的名作。山门内是有繁复的雕刻，虽然木头上已经有了历史的痕迹，仍然看得出建造当时的匠心与巧技。大同寺境内范围很大，7000平的腹地里留下许多安土桃山时代的建筑样式。
本堂是重要文化财，是福建城搬迁过来的建筑。本堂内部是个很宽广的空间，可以想象众人在这里听讲佛经的盛况。虽然是信仰中心，但是这里并没有严肃的气氛，反而让人能很放心的在这里休息。坐在这里，看着一旁嬉戏的小朋友，静静的等雨停，像是令人心情平静的背景音。里面的玄关、大广间、兰亭和寒山轩都是重要文化财，除了建筑构造极具代表性，拉门灰和绘画大多来自大师的手笔，可惜无法拍摄。寒山轩庭园是借景依吹山的枯山水庭园，不过很可惜天气不好，看不到背景的山头。庭园以植栽的变化和石块的排列进行布局，沿着古迹走动，用不同视角欣赏孤寂的美感。走到另一侧兰亭庭园，清幽的环境非常适合发呆。虽然视野不及寒山轩庭园那样深远，却是一个充满禅意的宁静空间。室内精致的艺术，户外写意的庭园，还有历史韵味的古迹，经典的寺院风景，为环湖小旅行带来心灵安定的力量。大通寺附近有一条洋溢江户及明治时代氛围的街道，这里是日本最大的玻璃艺术展示区黑壁广场。黑壁玻璃大楼原本是第130国民银行长滨分行，建于1900年，因为黑色泥灰外观而被昵称为黑壁银行。商店区的范围内有很多传统日式房舍和咖啡馆，还可以逛逛伴手礼店及美术馆，用当地特产留下这趟旅行的回忆。这里有玻璃饰品的制作体验，如果有时间，也可以动手做一个只属于自己的艺术品哦。回到长滨车站，这座融合了现代便利与乡村魅力的设施，让等车的空档充满怀旧与温馨的氛围。装饰融合了复古元素和舒适触感，从木头横梁到复古标牌，每个细节都在向历史致敬。从长滨坐 JR 20分钟左右就会到燕根，在这里住一晚，为第二天的国宝燕根城酝酿参观情绪。
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。车站旁的商务饭店设施很简单，舒适度在水准线上，加上位置很方便，走路10分钟就能抵达燕根城。穿过护城河，会先到马厩，里面有一只粗壮短腿的战马模型。四木片覆盖的屋顶建筑是重要文化遗产，纤瘦的外形极具纤巧的美感。走过表门桥，接着上坡的台阶，就正式进入城堡的范围。带有历史感的廊下桥，连接重要文化遗产的天平望楼，从下方穿越而过，像是融合为历史的一部分，用合而为一的视角观察这座古迹。左右两侧的石墙仔细看有点不一样，右侧是筑城时留下的牛蒡基，左侧比较平整，是江户时期修复的落石基。天平望楼就像它的名字一样，左右对称，据说是从长滨城的大守门移建而来的。天平望楼的内部构造还看得到建造工艺，保留了古时的建筑智慧。同为重要文化遗产的太古门望楼，是通往天守的最后一道关门，因放置了传递信号的太鼓而得名。走到顶层的广场，就会看到由多种屋檐样式组成的白色天守。燕根城天守建于1622年，高21公尺，规模不算大，但是城楼保持了原始的姿态，是日本4座国宝城堡的其中一座。美丽的外观映于月色之下更加迷人，被列为琵琶湖8景之一。小小的天守，外观却融合了许多样式，像是顶层的鹿母屋屋檐，中层的唐破风样式，以及下层的切气造屋檐。底层方形的武士窗，搭配高层优美线条的花头窗。一座天守就是一间建筑技艺的博物馆。
还可以登上天守，从高点欣赏琵琶湖和伊吹山。而天守周围也有不少无遮挡的视野，参观国宝的同时，也能欣赏自然的美景。下山的过程中，目光仍然离不开这座浪漫的古城，加上绿荫的环绕，更显得天守的优雅与别致。离开内圈的护城河，会走到燕根城的后花园。入口有个气派屋顶的别墅归玉殿，是江户末期重要人物锦衣直弼的出生地。这片住宅连同旁边的小庭园叫做乐乐园。虽然没有开放进入建筑内部观赏，但透过占地宽广的建筑面积以及气派伟丽的建筑外观，同样能感受古时豪门的威龙气势。旁边围绕池塘而建的宽广庭园，是名胜选公园。1677年，由第4代燕根藩主开始修建，保留了江户时代的庭园风格。池塘周围有4个大小不一的岛屿，细心维护的小径与木桥，是个非常适合慢慢散步的空间。庭园内的经典视角是从五丈野眺望，前景是池塘，中间是凤生台，远处是顶部的天守阁。均衡的画面构图，真想让人把这片美景撕下来，带回家好好珍藏。近距离欣赏的天守是优雅的，而远处观察的古城则是神秘而寂静的孤傲雅致。
燕根城与玄公园的搭配，让这段旅程从知性走到感性，感官从气势威龙的刺激过渡到优美风景的舒放，成为琵琶湖畔难忘的回忆。走到车站，旁边有一家创业100年的餐厅8000代，我才惊觉这次来知鹤，还没好好享用3大和牛之一的晋江牛。点了烧肉便当，没有过度调味，直接就能品尝到肉的鲜甜味，软嫩的肉质一下就在嘴里化开。3大和牛的头衔果然不是开玩笑的。从燕根车站坐公车多贺线15分钟，就会到多贺大社。每次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旅游，如果要坐公车，我都会有一股既兴奋又恐惧的交杂感受。像是一场明明知道不会有问题的小冒险，却又忍不住担心到不了目的地。不过，这也是独旅的好处。假如真的坐错车了，那就即兴的改变计划，当作见识意外的风景。即使日本已经去过很多次，我还是有坐错车的时候。回头想想，我的心态都调整得不错，好像也因此看到了意料之外的风景。穿过神门，就能看到御神殿、能武殿和神马社，大家都自动的降低音量，用心感受这里的灵力。多贺大社是知鹤最大的神社，自古以来被亲切地称为大田先生。多贺大社祭祀伊邪那岐和伊邪那美大神，他们是生命的母神，可以在这里祈求长寿、姻缘和辟邪。御神殿的外观精美又气派，与深厚的绿植和蓝天搭配成一幅让人平静的画面。白色的寿命石像是跳动中的小精灵，生动的回应延长寿命的请求。
看到成排的红色鸟居，就知道这里有祈求商业繁荣的稻荷神社。可以付费参观奥书院庭园，这里是泰格秀吉为了祈求母亲病愈而捐赠的庭园。庭园爬满鲜绿的青苔，室内还有拉门会和壁画可以欣赏。由于没什么人知道这里，所以可以好好独享清静的空间。在这里参拜的时候，有种神奇的感觉。宏伟庄严的神社，却带来一股温暖的感受。阳刚的建筑外观，却有着温柔的气息。大田先生用他和暖的双手，拥抱每一位来祈求的旅人。神社前的商店街会通往近江铁道多贺大社前，2天1夜的环湖之旅也接近尾声了。木造的车站流入复古的气息，是日本乡间常见的悠闲节奏。这里竟然是万华的姐妹站，在异乡看到这个告示牌，真的是满满的亲切感。车厢里尽是岁月的痕迹，前行的列车搭载着倒转的时光，却找不到暂停键，让一切静止在最浪漫的画面中。2天1夜的环琵琶湖小旅行，是一段古迹与自然交互叠加的旅程。虽然我是因为京都的地利之便才兴起的环湖之旅，但知鹤的观光深度绝对不止2天就能体验完毕。自驾也许能更深入的体验知鹤如画的风景，但我还是很享受乘坐大众交通工具的旅游方式。等待、错过、焦虑，拼凑成冒险的心情，为旅途增添一点点惊喜，也让美景多了一分珍惜。自我对话，放任想象，换位思考，注意力放在活在当下的感触上，用心灵丈量只属于自己的风景。如果你也喜欢在日本的乡间用最慢的步调玩味游走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一起收集散落日本各地的如梦美景。チャンネル登録よろしくね。